大家好，隔壁婶婶在2个星期前种的蒜头已经出芽。蒜头出芽所需的时间呢，很吃气候哈。现在的时间点已经是很适合种植蒜头的时间了。而这特殊的菜床呢，也进入最后的调整，准备要种植蒜头了。不过呢，去年已经拍摄过比较正规种法的版本啦，急着观看蒜头种植与成长记录的观众朋友呢，倒是可以从去年的影片观看会比较快。个人种植作物的过程呢，第一次通常是整合四面八方的资讯哈，再依据个人不同位置特性试种一遍摸索出简易省事的方法后呢，才又依据作物特性进行调整种法。由于蒜头种植时地势若是比较低呢，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啦，至少不可以被浸泡在水中啦。而这利用瓦片堆砌出的稀有又少见的菜床除了有防狗的效果之外呢，地势也相对比较高然而靠近瓦片位置的土壤呢，得先进行翻松这是因为土壤遇到砖瓦时呢，土壤很容易发生固化的现象，紧紧的粘住砖瓦毕竟呢，砖瓦与土壤呢有很大的血缘关系因为蒜头喜欢生长在疏松的沙质土壤所以在这比较湿黏的土壤种植时呢，将土壤垫高算是最简单的调整方式现在在槽内的四周呢，先挖出一条沟槽接着继续往内将土壤翻松曝晒因为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呢，垫高菜床就有降低土壤的湿度与粘性的效果而这内部的宽度呢，有8块瓦片宽左右两侧呢各3块宽的空间呢，安排拿来种植蒜头中间剩下2块瓦片宽的空间呢，则是要种植木薯而若看过前导影片的观众朋友呢，也可以跟着回忆思考一下如何加入绿化环境的效果了。而这不需要进行种植只要花点想象力整地之后呢，对于环境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两侧整完地之后，再简单将外围挖出一条小沟槽想采用大自然农法种植的话呢，又想要日后省事时呢，前置作业多花一点时间，后面也才方便几乎进入放养的方式毕竟种植环境若不是在山野林间得把一些对于外围影响给降低下来不然您的友善呢，对于周围的惯行农法呢，就会非常不友善了。而由于当初规划可以轻松随处取水挖掘了环绕水池，衍生了许多没有想象到的问题这菜床属于常提到的封闭空间封闭空间的好处是可以拿来处理杂草或是带有草籽的杂土中间地势比较低的位置，目前是最肥沃的位置在大量腐殖质与草木灰的衬托下呢，颜色非常黑现在继续补上更黑的土进行晒干这些黑土呢，是从环绕水池捞上来的，因为水池内有多种自己出现的野生生物大肚鱼、泥鳅、土虱之外，还有一些小生物在多种会挖洞生物形成的生物链下呢，导致这些挖起来的土壤非常黑之外，也非常细一经日晒脱水后呢，就会结成很大块的土块将土壤敲碎后呢，并没有发现猴子但是内部却是有大量蚯蚓的生活圈
大自然真的非常奥妙啊，无形中呢，水面与地面生物呢产生了意外连结哈。共生循环的原因呢，应该是跟淤泥的味道与养分脱不了关系呀。然而，这种水池里的黑淤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哈，黑淤泥里会含有大量的草籽啦，长出来的杂草又跟原本环境中的种类不同，因此呢，将这些黑淤泥摆在封闭空间里，集中交由非常勤劳的土中霸王蚯蚓进行加工处理哈，算是还不错的选择啦。而现在挖起淤泥的功用呢，除了有填土造陆、增加多样性土壤外呢，同时也对蓄水池进行清淤，增加蓄水量的效果。接下来继续简化种植，还地于落梨哈，让委生于金针花与芋头群当中的落梨呢，享有更大的生长空间。由于金针花虽然耐湿又耐旱，但是有良好的湿度会生长得更好，所以当初呢就很有道理的种植在水池旁只是地势太高，根系不够深却得时常浇水，没办法达到懒人种植法的效果。而金针花移植过程采用割除上方叶片或是割除底根并不会影响到后续的生长因此选择比较好种植的带土方式一起搬走移走之后呢，生长空间变大了，但是土壤也变少了此时最简易不额外再进行填土的方式呢，就可以补上芋头，采用血质的方式甚至还会觉得土壤有点多不过这也是因为狗会在上方穿梭跑动芋头很耐外在干扰之外，也有绿化的效果只是种植空间需要拉大，采用单株血质这样长高后呢，绿化效果就会更为明显至于移走的金针花呢，则改选择种植在地势比较低的水池旁这样的位置呢就很贴近一般种植在田埂位置上了。不过如果没有多余的种植空间呢，个人感觉金针花虽然也可以采用避孕笋的方式使用但就 CP 值而言呢，算是有点低而这个位置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取水条件事实上已经好几年只有长草，完全没有派上用场就像现在环绕种成这样也只是当成菜场的篱笆除了绿化，也提供小生物躲藏的空间真的还想不到有何作用唯二很勉强的功能，就是开花时可以充当活相框或是提供狗休憩挖土，不用担心土往外爬的场所而已在此也欢迎有更好想象力的观众朋友提供宝贵意见谢谢收看。